及笄那年，我家遭了大难，阿爹临终前将我托付给他相交多年的好友庄叔，怜我孤苦，自作主张将我许给他的独子庄思礼。可庄思礼嫌弃我商贾出身，空有一副美貌，却头脑空空。他不喜我，更不喜被人操控度过一生。于是在上元佳节，我被人诬陷偷了东西时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逼我下跪道歉。自此，我成了整个上京城的笑柄。无法，我只得去求庄叔解除婚约。可能是上元节闹得太过，庄叔自觉对我不住。他说：“听听，你一个弱女子，如何能在这世道安身？老夫还有一个外甥，自幼习武，品行相貌俱佳，只是父母早逝，府中无人操持，所以至今未娶。听听若是不弃，不如相看一下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庄思礼瞧不上我，是整个上京城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是以我被裕王府的昌安郡主为难时，并没有人帮我说话。他们都说昌安郡主同庄思礼自幼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是顶顶般配的。可我这个乡下来的商女，偏偏不长眼，一门心思的想攀上庄家这门亲事，只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将我哄骗出府的御史府二小姐，此刻躲在昌安郡主身后，面对这场闹剧一言不发。众人将我围困起来。户部侍郎家的小姐程芳一手叉腰，一只手拽住我的手腕，声音很凶地喊我把昌安郡主的玉牌交出来。我手腕被攥得生疼，面对着她的质问，我仍旧不卑不亢地回道：“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没有拿过郡主的玉牌。”程芳闻言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既然你说没有，那便叫我们搜搜身吧。”此话一出，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就算是平常人家的女儿，被当街搜身也是莫大的屈辱。更何况我还住在庄府，挂了个庄府未来少夫人的名号。可是眼看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本就是借住在庄府，不想将此事闹大，于是我便软了声音，望向人群中间的昌安郡主。我说：“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多有不便，这里离庄府很近，不如郡主同我一道回府，再行查问也不迟。”我想昌安郡主与庄思礼有那么深的情分，定也不愿将此事闹得满城皆知。可昌安郡主没应声，一边的程芳先急了。她说：“宋听听，你好重的心机，把我们引到你的地盘，是黑是白不都是你说了算。”她说完这句话后，扭头望了昌安郡主一眼，随后便开始强硬地动起手来。双拳难敌四手，我身前的衣裳被她扯散，簪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拔落在地。来回拉扯间，从我腰间坠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牌。程芳拽着我的衣襟，冷笑道：“好啊，宋听听，玉牌在此，这下看你如何狡辩。”就在此时，人群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庄思礼脚步匆匆，上前将我从程芳的手中解救出来。他生得清冷，瞧人的时候有股不怒自威的架势。他问我：“宋听听，你又惹了什么麻烦？”玉牌被送回了昌安郡主的手中，他纤长的手指把玩着那块已经裂缝的玉牌，眼神却止不住地瞧着庄思礼。郎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庄思礼脸色不好，却还是恭敬地躬身朝郡主行了一个礼。他说：“庄府定给郡主一个交代。”随后他转过身，朝我冷喝一声：“跪下！”周围人窃窃私语，好整以暇地瞧着我的反应。我犹如被人当面扇了2巴掌一般，眼前眩晕到几乎站不住。我手撑着一旁的柱子，语气有些混乱。我说：“庄思礼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跪下？”庄思礼像是瞧不见我的委屈与无助一般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玉牌自你身上掉下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”他说完这话，俯身靠近我耳边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父亲怜你孤苦，把你接进庄家，难不成你现在要以怨报德，连累庄家得罪誉王吗？”他这话说的又直白又沉重，重到我的脊背弯曲，膝盖重重落到地上。我说：“小女出身不高，从未见过这般好的玉牌，因此财迷心窍，望郡主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莫要见罪于庄家。”见我松了口，庄思礼也回身行礼道：“公主的玉牌珍贵，庄府定当搜寻更好的赔付给公主。”可谁知话音刚落，昌安郡主手腕一翻，那块玉佩便直接扔进了旁边的荷塘里。他说：“郎君说笑了，
哪里还用得着郎君为此费神？咱们自幼一起长大的情分，难道还比不上一块玉牌吗？他说完这里，眉峰一挑，嘲弄的眼神便落在了我身上。只是府中有如此手脚不干净之人，郎君怕是要小心谨慎些，万万莫叫人打了秋风才好。眼见昌安郡主不再计较，庄司礼也松了一口气。他拽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提起，转身塞进身后的马车里。不算宽敞的马车隔绝了众人的视线，我听到庄司礼的声音在车外响起。他说送他回府。小厮应了一声后，刚要驾起马车，却又被拦了一下。紧接着小厮疑惑的声音响起，郎君还有什么吩咐？庄司礼沉默了片刻，道：你告诉夫人，宋听听不识礼数冒犯贵人，罚跪在祠堂3天，不准任何人探望。我心下一沉，撑着手腕就要掀开车帘。可就在此时，昌安郡主的声音突然响起。她说，宋妹妹出身不高，没见过这般好的东西也实属正常。郎君训斥几句罢了，怎么罚得这般狠？话音刚落，庄司礼不甚在意的声音出现。他说，小时偷针，大时偷金，手如此不干净，就得好好罚他才是。宋听听若不是父亲的客人，我必不会留他这样粗俗无礼的人在府中。昌安郡主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满意的邀请庄司礼一同去居香楼品茗。马车晃晃悠悠地动了起来，手指一阵刺痛。我这才发现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指甲缝中已渗出了血痕。庄司礼说话一向说一不二，一回到庄府，我便直接被押送到了祠堂。庄夫人早就在等我了，她瞧不上我，觉得我一个落了难的商贾小姐，配不上前途一片大好的庄司礼。可偏偏庄叔认定了我，夫唱妇随，他再不愿，也只能咬碎了牙咽下去。他将祠堂的大门打开，随后又将手中的女戒扔到我面前，扭头便走了。嬷嬷是在第2日的清晨偷偷进来的，一见我的狼狈模样，她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昨日的事，奴婢已经听说了。她拿着手绢，将我脸上的污渍擦拭干净。那昌安郡主忒不要脸，凭她是什么好东西？咱宋府应有尽有，哪里就瞧得上她那块破玉了？嬷嬷说完这话，气得不行，又破口大骂起来。从前在府中，老爷是最疼姑娘的，现在姑娘受了这般大的委屈，若是老爷泉下有知，不知道该有多么心疼。嬷嬷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早就已经将我视作了亲生女儿，所以在宋府遭了难后，依旧不离不弃，陪着我来到了这人生地不熟的上京城。姑娘还没嫁进他家，也算得上是庄府的客人，便已经受此冷待。若是以后真的成了婚，指不定要怎么作践姑娘呢？她越说越伤心，直到最后，她才拉着我的手，低低地唤了我一声：姑娘，非要嫁给庄司礼吗？嬷嬷这话着实把我问住了。嫁给庄司礼这件事是庄叔定下来的，那时阿爹病重，族叔们虎视眈眈，就等着阿爹咽气，才好将宋家的财产尽数收入囊中。阿爹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当眼珠子一般疼了10来年，只怕一朝撒手无人顾我。他思来想去，最后发现只有年少时的挚友，当今的工部尚书庄庆印值得托付。渝州离上京有千里之远，等庄叔赶到时，阿爹便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挣扎着起身道：我深知宋家人手段阴狠，不堪托付，若是听听落到他们手中，只怕是连骨头渣都剩不下。庄叔一路奔波，风尘仆仆地坐在床前，握住了阿爹颤抖的手。他说：我有一子，连中3元，人品贵重，等听听再大一些，我便做主将他娶进庄家。阿爹放了心，卸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已然是油尽灯枯。他固执地叫庄叔马上带我离开。等我们出了城门后，才发现宋府已经被大火笼罩，烧红了半边天。可那天大雨滂沱，不该有这么强的火势。我踉跄地从马车上摔下，摔在泥泞的水洼里，泣不成声。庄叔忍着悲痛将我扶起，他说：听听，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宋家人很快就会发现你不见了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就算是我在这里也不得不低调行事。我撑起身体，朝着火光漫天的方向拜了3拜。我没有回答嬷嬷的问题，只是将胸前的钥匙递给嬷嬷。我说：嬷嬷去帮我看看，
有没有材质上乘的白色玉石。既然是我弄坏了长安郡主的玉牌，那就不该由庄府来出。嬷嬷接过钥匙，低低地应了声好。眼瞧着外面天蒙蒙亮，我便赶紧催促嬷嬷离开。第二日的黄昏，外出办差的庄叔匆忙赶回，我也得以被放出了祠堂。庄叔心疼我受了委屈，送了许多补品跟礼物过来。当天晚上，我拿着从库里挑好的玉石来到了庄司礼的院子。看门的是庄司礼的贴身小厮常青，他随他主子一样瞧不上我，每每我来总是要挖苦我几句。只是这次不同，他难得没有挖苦，直接将我引到了庄司礼的书房前。可此时书房里明显就是有人在议事，我觉得不妥，刚要转身离开，便听到了庄叔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听听偷拿郡主玉牌之事错漏百出，你一向缜密，为何昨日会如此莽撞，连问都不问，直接给听听定罪？”庄司礼没立即回答，直到一阵翻动书页的声音响起后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宋听听从小被娇惯坏了，哪里识得上京城的规矩？罚他3日，已是怜他孤苦。若是照我的想法，就应该将他送出上京，越远越好。”此话说完，书房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过了许久，庄叔的声音才传出：“我记得听听出来时，你待他是极好的。”庄司礼没回话，只是伸手将书房的窗户推开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应声道：“若您不把他指给我做夫人的话，我现在待他也会很好。”庄叔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听听温柔漂亮，知根知底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同他好好相处一下呢？我知道你的心思在哪里，可是阿里，爹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”也不知道是哪句话触犯了庄司礼的逆鳞，他呼的一声将面前的茶盏掀翻，像是再也忍受不住似的。父亲若是真的觉得宋听听千好万好，您直接娶了她，倒也不必担心她跟我受了委屈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响亮的巴掌声响起，庄叔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手掌高高扬起，眼看还要落下一掌，可庄司礼梗着脖子依旧不肯退让。我7岁时，您为了我好，觉得我太过于依赖母亲，没有男子气概，便将我交由舅舅抚养。我10岁时想要投军，您又说为了我好，装病卖惨，愣是将我留在了这上京城中。我不负您的期望，考取功名，我以为这就已经够了。可您又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将宋听听硬塞给我。父亲，您的为我好，究竟是真的为我好，还是只是想要掌控我而已？庄叔走了，他的背影佝偻，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不止。书房里再没了声响，常青站在我面前，暴毙冷笑：“若是你还有心，就别再继续纠缠郎君了。”常青这话说的不客气，可我也知道，能示意他这样做的，只有庄司礼。看来他真的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但其实我跟庄司礼也是有过一段好时光的。彼时我刚来上京城，整日样样不乐，没过几日人便瘦了一圈。庄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再加上有了想撮合我跟庄司礼的想法，便让庄司礼带我去骑马。那时庄司礼并不知道庄叔的想法，对我的态度很是温和，亲自教我牵马坠镫，从不假手于人。他生得好看，又是一副极为温和的模样，更是在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时舍命相救。所以我春心萌动，其实算不上什么很突然的事。许氏瞧见我们相处融洽，便择了一个午后，当着庄家人的面宣布了这桩婚事。率先开口反对的便是庄夫人，她捏碎了手里的茶盏，流了满手的血，即使这样，她仍旧笑着维持体面。她说：“夫君，你是在说笑吗？”而庄司礼则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。他只问了我一句话：“这桩婚事你早就知晓？”望着他的眼神，我第一次觉察到了庄司礼掩在温和外表下的冷漠，可我还是点了头。自此，庄司礼便不再待我如以往那般。我隐在拐角的竹林里，看着庄司礼起身将窗户关上，望着他红肿的脸颊，我心中一阵发酸。我想，罢了罢了，若是他真的这般厌憎于我，我又何苦攥着他不放呢？我在竹林里站了好久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我才把手里的玉石放到书房门口。回到院子时，嬷嬷早就等得着急了，见我回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那玉石庄郎君可收下了？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嬷嬷，
我有些头晕，想睡一会儿，晚饭不必叫我了。嬷嬷应了声，转身给我关上了房门，我则是合衣上了床。迷迷糊糊间，好像有人坐在了我的床头，那人手掌微凉，在我额间轻点了几下。发烧了。我费劲地睁开眼，却恍然间见到了阿爹。他坐在床头，满脸担忧。我紧紧地攥住他的衣袖，说话颠三倒四。我问他：阿爹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现在才来看我？爹爹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头。我眼眶一酸，俯身靠在爹爹手边。阿爹，我不是故意惹人厌烦的，我在府里憋得久了，那御史府的二小姐日日来同我聊天，我以为她是真的愿意同我交朋友，才答应跟她出去的。阿爹就那样静静地瞧着我，慈爱地将我额前散落的头发拨到耳后，眼泪不知怎地忽然就落了下来。我说：阿爹，玉牌不是我偷的，你给我留了那么多好东西，我何必去偷人家的？我又说：阿爹，我好想吃门口陈大婶的桂花园子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？我哭得力竭，失去意识前还紧紧攥着阿爹的袖子。我说：阿爹，我不快活，我想回家。我大病一场，整整昏迷了3日。再有意识的时候，是听到嬷嬷的痛骂声。她似乎是将什么东西扔出了房门外，语气激愤地撵人走。滚滚滚！我家姑娘好着呢，敢用这些烟杂玩意儿来咒人，我瞧着你们是活够了。当心我将此事捅到庄大人眼前去，定叫你们吃饱了兜着走。我咳嗽几声，嬷嬷声音一顿，随后便朝我跑了过来。见我真的醒来，嬷嬷这才真的松了一口气。我的姑娘哎，你终于醒了，快把老婆子我吓死了。我撑着胳膊起身，问道：嬷嬷，出什么事了？嬷嬷闻言，咬牙切齿地道：庄夫人命人送来了些不吉利的东西，现在已经被老奴打发走了。瞧嬷嬷的脸色，我便能猜出不吉利的东西是什么。我说：哪里用得上他们操心？若是我真不成了，我那嫁妆里不还有一台红木的棺材吗？话音刚落，嬷嬷便捂住我的嘴。我的好姑娘，这话不吉利，快呸呸呸，吐掉晦气。病了一场，我却看开了很多。我将嬷嬷的手拢在掌心，笑道：嬷嬷，我想通了，我要跟庄司礼解除婚约。嬷嬷闻言露出了喜悦的神色，可片刻后，她又有些纠结地看着我。她说：姑娘想通了，我自然是欢喜的，只是姑娘昏迷的这几天，庄郎君带了许多大夫过来探望，还亲自在床前照料。老奴瞧他对姑娘并不像旁人口中的那般不上心，庄司礼会关心我的死活，着实叫我吃了一惊。可我又想，玉牌之事庄司礼心里通透，许是觉得我因为此事郁郁病重，有些内疚，想要寻个心安罢了。我说他不是个坏人，只是不愿与我成婚而已。嬷嬷望了我许久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姑娘生的貌美又识大体，庄郎君真是没有福气。嬷嬷这话说的逗人，要知道整个上京城都在惋惜庄司礼要娶一个出身商贾的孤女，说我祖坟冒了青烟才能攀上庄司礼这根高枝儿。许是解开了心结，我这病去的倒挺快，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便能下地了。庄司礼来的时候，我正躺在窗前的躺椅上看画本子。我们之间一向少语，自婚约之后便更是没有什么话说了。他将手里的补药放下，踱步到我面前，顺手拿起了我刚看完的书。不过几眼，他便面露鄙夷。他将画本子重重地按在桌子上，开口道：病刚好，就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我应了一声，见他仍旧站着不动，便撑起身体问道：郎君可还有什么事？庄司礼少见地面露犹豫，随后他自袖间拿出一块青色的玉牌，那玉牌温润油亮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他说：我瞧这块玉佩与你颇为相称，便顺手给你带了一块。此话说完，他像是做了什么极为难以启齿的事情一般，匆匆转身。走到大门处时，他扭头回来看我：我要出京一趟，你莫要想太多，好好休养，等我回来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赶他一样。我病愈之后，带着嬷嬷清点了自渝州带来的东西。在一个明媚的早上，我拦住了下朝回府的庄叔叔。几乎是瞬间，
庄叔叔便明白了我的来意，他将我引至书房。他说：“听听，上元节一事我听说了，这件事的确是我家小子的不是，庄叔替他跟你道歉。”说着便要俯身作揖，我哪里受得住庄叔的礼，当即便拖住了庄叔的胳膊。我说：“庄叔，我知道您是害怕我受委屈，才想将我许配给庄王君，可我与庄王君实在是无缘，强行将两方绑在一起，日后也不会好过。不若趁着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，早早分开。”见我眼神坚定，庄叔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便开口问我：“听听往后有什么打算？”我说：“我打算同嬷嬷搬出庄府，做点小本生意。”可庄叔却不甚赞同。他说：“听听，你爹爹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，我便算是你半个爹爹。阿里他没有福气错过了你，可是你一个弱女子，如何能在这世道安身？更何况你又刚跟郡主有了些过节。”庄叔在我面前来回踱步，随后他一拍大腿，惊喜出声：“对了，老夫还有一个外甥，自幼习武，品行相貌俱佳，只是父母早逝，府中无人操持，所以至今未娶。听听若是不嫌弃，不如相看一下。”我自然想要拒绝，可架不住庄叔盛情难却。我推脱道：“我出身低，人家或许瞧不上我。”庄叔斩钉截铁地回道：“不可能，听听如此优秀，除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还有谁会这么眼瞎？”庄叔盛情难却，我自是不好把话说得太死，便只能等明日相看过后再想办法同那人说清楚。第二日，庄叔早早地在院子外等我，吃饭的地方约在了临近城郊的林园。庄叔说，那里虽然远了些，但是清静，不会遇到不想遇到的人。前不久刚被昌安郡主他们为难，我直至今日仍然心有余悸。庄叔这一举的确宽慰了我不少，我感谢庄叔的体谅，发自内心的感谢道：“谢谢庄叔。”庄叔摆摆手，脸上带着愧色：“这算什么？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都是庄叔没照顾好你。”说话间，外面一阵响动，随后马车便不受控制地乱跑起来。我刚想询问，却发现车夫不知所踪。马车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，眼看庄叔就要被甩出车外，我一把拽住了庄叔的衣袖，生生地将他拉了回来。然后我又掀开车帘，抓起缰绳，试图稳住失控的马匹。庄叔着急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听听，这马发了狂，仔细伤了你，你快进来，护院就在咱们身后，等他们来处理吧。”马儿受了惊，此刻慌不择路的狂奔，又因为是城郊，乱石遍地，护院们有心追逐，可却始终无法接近。眼看马儿就要冲向不远处的石坑，我直接握紧缰绳，调转了马头。又是在家，我不喜读书绣功，却偏爱骑射，是以阿爹寻了整个渝州城最好的马术师教我。所以眼下这般，算不得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只是庄叔在车里有些棘手。马儿被我拽离了原来的路线，跟石坑擦肩而过，直到我驾车来到一处茂密的草地。我回头望向庄叔，厉声道：“庄叔，快跳！”庄叔眼中闪过挣扎，眼看马车就要冲出草地，庄叔咬咬牙，纵身一跃。而此刻，马儿已然失控，奔跑的速度越发的快，眼看着就要冲进深不见底的石坑。我咬咬牙，望了望满是碎石子的地面，心下一狠，纵身一跃。预料之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却落入一个坚硬的怀抱。爽朗的笑声在我头顶上方响起。他说：“宋姑娘，你胆子真大。”来人正是庄叔的外甥，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屈从伯。他将我稳稳地放在地上，又安排人驾了一辆马车过来。等抵达城郊的酒楼，屈从伯已经查到了马车失控的原因。有人买通了马夫，在马鞍里做了手脚。屈从伯将属下递上来的棉布展开，里面赫然是一根手指长的银针。马儿遭受不住，这才发了狂。舅舅，家中出了内鬼，是该好好收拾收拾了。庄叔点头道：“这人好长的手，竟然能在我的眼皮底下动手脚。”屈从伯收起银针，瞅我一眼，道：“上次见到宋姑娘，还是阿里教你来骑马的时候，不成想许久未见，宋姑娘棋艺精湛了不少。”我自然听懂了他话里的打趣，如今也并不打算瞒，便苦笑道：“小将军莫要打趣我了。当时因为想同庄司礼快速熟人起来，
我才隐瞒了会骑射这件事。不想今日竟然真的派上了用场。望着我丧眉搭眼的模样，屈从伯瞧着甚是有趣，低头轻笑了几声，便消了声。这顿饭吃得甚是有趣。屈从伯将关外发生的趣事一一讲来，说到有趣的地方，还会故意停顿一下，引得我开口发问，他才慢悠悠地继续。眼看临近傍晚，庄叔忽然一拍大腿，惊道：差点忘了，陆少卿今晚还约了我下棋呢。庄叔匆匆起身，临走时还不忘叮嘱屈从伯：今晚上京城中有烟火大会，你带着听听去看看，他来上京城这么久，还没好好的逛一逛呢。酒楼离着京城有段距离，屈从伯也不同我客套，直接给了我一匹马。他说：宋姑娘可愿与我切磋一下？我自是不怵，接过马鞭后便纵身上马。清凉的风拂过脸颊，吹起散落的额发。直到来到城门，他才笑着打趣道：宋姑娘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我自知他是存心让我的，也知道他是想借由赛马的理由让我好好出一出心中郁结的怨气。我翻身下马，将缰绳递给一旁的将士，随后没忍住，抬手又摸了摸那匹马。那匹马性格温顺，歪头蹭了蹭我的掌心。屈从伯来到我身侧，问道：喜欢吗？我点点头，颇有些爱不释手的味道。我说：我从前也有一匹小马，是阿爹带我买的，只是离家的时候走得急，没带上它。屈从伯眉头一皱，道：渝州离这里不算太远，若是真的惦念，就接过来。我收回抚摸马头的手，道：他在渝州挺好的，吃喝不缺，跟着我反倒不畅快了。想来是见我面色不佳，屈从伯再没说什么。上京城的夜市很是热闹，小摊一个接一个铺到巷尾，这边繁华，又在天子脚下，时兴的东西比渝州多了几倍不止，就连小吃也比渝州的花样多。我觉得新奇，不禁又多看了好几眼。眼看屈从伯又要付钱，我连忙按住他的手。看着他提了满手的东西，我连忙道：够了够了，已经太多了。屈从伯轻笑一声，刚要开口，却被一道尖利的声音打断。前几日同我发生争执的昌安郡主等人，竟然也在灯会上。他们一脸鄙夷地望着我，讥讽道：山野女子果然是耐不住寂寞，小庄大人刚刚离京，你便开始勾搭男人。程芳双手抱臂，眼神自上而下地打量着我身后的屈从伯。长得不错，只是穿着未免太过于寒酸，跟你一样，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程芳这话说得着实难听。我不欲与他们多做纠缠，扯扯屈从伯的衣袖，低声道：他们太难缠，我们一会儿赶紧走，料想他们要面子，也不会死缠烂打。屈从伯的眼神落到我拽住他袖子的手上，我这才发觉我的行为已经算是逾矩，刚想收回手，却被他的大掌按住。他说：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屈从伯抬头，凌厉的目光直直地望向程芳。他的长相极厉，再加上常年在军队，眉宇间带了一股凌厉的肃杀之气。他说：好臭的嘴，程磊就是这般教养女儿的吗？一句话就叫程芳花容失色。他脸色煞白，望着屈从伯，说话的声音也不似以前那般盛气凌人。你又是谁？怎么会知道家父的名字？屈从伯懒得理他，目光落向最后面的昌安郡主。不知怎么，一向尊贵的郡主大人此刻犹如一只鹌鹑一般，缩在人群中不敢应声。郡主身份尊贵，身边怎能容得下这般搬弄是非的人？屈从伯顿了顿，道：待明日本将军亲自去裕王府，跟老王爷好好说道说道。昌安郡主脸上的血色尽退，他走上前来，俯身行了个礼，道：前几日家父还在跟我唠叨，说许久不见老师，甚是想念。没想到今日便遇见了老师，当真是有缘的紧。至于程芳，人没什么坏心眼，就是嘴巴毒了些。我这就让他道歉，还望老师莫要生气。昌安郡主开了口，程芳也只能照做。没想到屈从伯却并不打算受理。他说：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程芳身体一怔，随后脸上涌上屈辱的神色。他扭身转向我，牙齿将嘴唇咬得泛白。随后他俯下身体，哑着嗓子道：程芳先前多有冒犯，
还望宋小姐莫要见怪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我哪里遇到过这样的场面，是以一时之间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程芳嘴唇都被咬出血来，随后她破罐子破摔似的，直接跪倒在地，望宋姑娘见谅。这场闹剧以程芳昏倒在地收尾。昌安郡主临走前，狠狠地剜了我一眼。他说，经此一事后，程芳的名声彻底坏了，只怕要被送回老家，下嫁给不知名的宗族后代。你满意了？他质问我的模样太过于正义，倒叫我有些哑然。我反问道，怎么程芳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？昌安郡主咬牙看我，拂袖离去，临走时还留下一句，我就看你能狗仗人势到什么时候。送我回府的时候，屈从伯细细地同我解释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昌安郡主性子乖张，誉王也是束手无策，因同我父亲交好，便请我以教骑术之名对他加以约束。他身份尊贵，自幼被教养着长大，他也只是在我跟阿里手里受过挫。你也知道，阿里性子沉静，总是叫人猜不出他在想什么。昌安在他手里吃过不少闷亏，倒也是有缘，这亏吃着吃着就变味了。听他说起庄司礼，我有一瞬间的恍惚。屈从伯停顿了片刻，在开口时语气便带了几分惋惜。他说，阿里不喜被人摆弄，如果你们之间没有舅舅定下的婚约，或许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。话已至此，我终于找到机会能好好的同屈从伯谈谈这件事。我说，正常人都不会希望自己的人生被他人掌控，更何况是你们这些自出生就含着金汤匙的贵子贵女呢？他眉头微挑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随后他快走几步立在我身前，垂头瞧我。可我偏偏不算正常人，巴不得有人掌控我。宋姑娘，我很好掌控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那日之后，屈从伯经常登门拜访，有时会给我带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，有时也会给我带畅销上京城的志怪画本子。他为人和善，同他在一起时我很放松，就连嬷嬷脸上的笑也多了起来。每每屈从伯过来，嬷嬷必要亲自去迎接。难得见嬷嬷如此热情，私下里我偷偷问过她，我说，嬷嬷不是说庄家的男儿都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，怎地如今对屈从伯这般客气？彼时嬷嬷正在给我做手搓冰粉，闻言后抬手轻敲了一下我的额头。她说，姑娘如今开心，老奴自然也跟着开心。况且屈将军虽有庄家血脉，但实打实的算不得庄家人，因此老奴的话自然算不到屈将军身上。嬷嬷说完这话后，偏头看我，眼里满是慈爱。她说，姑娘性子洒脱，老爷以前每每说起，眼中都满是骄傲，可自从来到上京城中，却只能忍气吞声。老奴知道您过得并不畅快，老奴没读过书，也不知道这上京城中的规矩，老奴只知道姑娘跟屈将军在一处时是开心的，是快活的，只这一点就足以叫老奴尊重屈将军。嬷嬷的话发自真心，直叫我红了眼眶。自阿爹死后，我甚少于人前暴露情绪。我抱住嬷嬷的胳膊，将发红的眼眶藏起，缠着她多给我些蜂蜜。嬷嬷嘴上说着不妥，可还是给我放了满满一大勺。屈从伯来的时候，冰粉刚刚做好，嬷嬷还特意给他那一碗放了好几个剥了皮的葡萄。他今日应当是刚从演武场过来，衣袖被磨破了也未曾发觉。我招呼他坐下，起身去寻针线。我的女工不好，歪歪扭扭的给他缝补完后，才发现当真是难看极了。我脸色一红，拿起剪子就要剪开，却被他一把按住。他看我的眼神炙热，满是按捺不住的喜悦。我被他看得脸颊发烫，躲避似的垂下头，小声道，太难看了。他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，在军营里，我的副手们都在炫耀妻子为他们缝制的各种东西。他抬起手，将那歪歪扭扭的线迹看了又看。等明日，我一定要在他们面前好好炫耀炫耀。我被他说的心热，抬手按住他的手腕。我说，等下次我定给你缝一个漂亮的。我跟屈从伯的婚事安排在了下个月的月初。出嫁那日，庄叔更是又为我添上了8台嫁妆。乐队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，直到深夜才渐渐平息下来。洞房之夜，
屈从伯将家中资产尽数交由我打理。带回门之后，屈从伯带我回了一趟渝州。宋家人听到了风声，想要攀上屈从伯这根高枝，一早便在城门口迎接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同屈从伯早几天便入了渝州，找到了宋府当年知情的奴仆，套出了当年的隐情。他们翘首以盼，等来的不只有我，还有毒害我父亲企图谋夺宋府家产的证据。宋家众人伏诛那日，我带着香烛去了爹爹坟前，香灰燃尽，像灰色的雪落下。我将手中的判决书一道烧给爹爹，我说：“爹爹，您泉下有知，可以安息了。”再次遇见庄司礼是在马场上，彼时我正同屈从伯赛马，自渝州带回来的小马丝毫不输给屈从伯的战马。几个回合结束，我已是大汗淋漓。庄司礼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，他脚步匆匆，不似之前那般风轻云淡。我以为他是来找屈从伯的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他却径直来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抬手将额上的汗擦拭干净，问道：“庄郎君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庄司礼还未说话，屈从伯却先开口了。他说：“听听，你该唤阿里一声表弟才是。”我点点头，任由屈从伯掏出手帕为我擦拭颈间的汗液。表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庄司礼的视线落到我颈侧，过了很久，他才说：“我刚从西北回来，便听说了你们的婚事。”屈从伯点头道：“那时你外出办公，没能喝上我们的喜酒。”庄司礼闭上眼睛，像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一般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睛道：“你知道我要问的不是这个。”他自腰间扯下一块青色的玉佩送到我眼前。“你既然已经收下了我的定情信物，为什么又跟我表哥搞在一起？”我哑然，半晌后才道：“这是定情信物，我以为只是你出于愧疚才送给我的，既然意义如此重大，等我回府便装好返还给你。”谁知这话也不知是哪里刺激到了他，他眼睛赤红，厉声道：“谁要你返还？还有你回什么府？回哪里的府？”屈从伯挡在我身前，厉声道：“阿里，你放肆了！”放肆！庄司礼转头看他，道：“我哪比得上你挖墙脚的手段放肆？”眼看庄司礼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引得操练场上的人频频注目。我上前一步，挡在屈从伯身前。我说：“庄司礼，你果真同以前一样，总是要叫我这般的下不来台。”庄司礼是被屈从伯派人押送回去的。听说庄叔把他关在祠堂，动了家法，而庄司礼口中那块定情的玉佩也被我好好的送回了庄府。不知道庄叔跟他说了什么，他伤愈之后倒再也没来打扰我。3个月后，他自请离京下派到西北任职，家中没有一人能劝得住他，于是庄叔便找到了屈从伯。他说：“阿里最听你话，你替舅舅去劝劝他吧。”屈从伯皱眉道：“舅舅，现在他最不想见的怕就是我了。”庄叔一脸烦闷地坐在椅子上，颓然道：“瞧我这脑子，倒是我病急乱投医了。”我瞧着庄叔这般没精神的样子，颇有些担心，便将手里的药茶送上。我说：“舅舅，阿里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你也知道他的脾气。你与其阻拦他与他闹翻，倒不如试着支持一下他，说不定会有成效呢。”庄叔唉声叹气，在曲府喝了个烂醉。庄司礼离京那日，屈从伯带着我一同去送他。他清瘦了许多，本就淡漠的脸上更是看不出什么情绪。庄司礼离开的第2天，昌安郡主不顾誉王的阻拦，追随而去。次年的10月，我带下灵百日宴的时候，庄司礼也来了。他送上一条金项圈，项圈上雕刻着如意花纹，最中间还缀着一颗云朵状的青玉。他说希望他一生如意，平安喜乐。我接过项圈，客气地同他道谢。他这才望向我，问道：“你过得可好？”我应声道：“很好。”他这才点了头。宴会结束之后，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西北。年底的时候，昌安郡主自西北归来，并没有带回他跟庄司礼的好消息。他回京以后，递了一张帖子到将军府。他来的时候，外面正下着雪。彼时我正坐在窗边，给安安绣肚兜。他静静地站在门口。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肩上已经落满了血。我赶忙邀请他进来。他没说话，扭头走了。第2日，
我便从屈从伯那里听说了昌安郡主请求赐婚的事情。他说昌安同阿里一样，都是倔脾气。庄司礼跟昌安郡主的婚期安排在春3月，玉王嫁女，戏班子吹吹打打的，整整唱了半月，可让上京城中的百姓看过了瘾。成婚那天，庄司礼喝得烂醉，有宾客打趣他，问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时候。他撑着头瞥了我一眼，只一瞬便移开了视线。他说在马场时明明会骑马，却装作不会的样子，像是陷入了什么最美好的回忆一般。他低低地笑了，又笨拙又可爱。宾客们笑作一团，打趣庄司礼，说他被昌安郡主吃得死死的，以后怕是要妻管严了。怀里的团子被哄笑声吓到，张牙舞爪的就要哭闹，自身后伸出一双手臂，将怀中作乱的团子捞走。本该在男宾席上的屈从伯在我身旁坐下，逗弄着团子。身边的婶子瞧我们笑得合不拢嘴，故意逗弄我们：从伯怎么来女席了？被你叔叔们看到可是要笑话你的。屈从伯浅浅一笑，自席下捞起我的手指揉捏着，道：团子爱折腾，听听必是不能好好吃饭。叔叔同婶婶伉俪情深，想必定是不会笑话我。众人笑得开怀，揶揄的目光直叫我红了脸。回家的路上，屈从伯抱着熟睡的团子同我一道走路回府。经过一家糖饼铺子的时候，他顿住了视线，下一秒甜甜的糖饼便被装好送到我面前。小心烫！我接过香气扑鼻的糖饼，一口咬下，满是浓郁的花生香味。屈从伯一只手抱着团子，一只手给我擦拭嘴角沾上的糖渍。朦胧的月光下，他一双好看的眉眼中满是爱恋。我抬起手，将糖饼送到他嘴边。我说，看在你今天表现很好的份上，特意奖励你吃一口。屈从伯眉头轻挑，随后视线猛地暗了下来。屈从伯的脸在我眼前无限放大，唇角被咬了一口。屈从伯带着笑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他说：听听，真甜。庄司礼番外，父亲自渝州带回的那个女子又病了，数不尽的补品送过去，愣是没有半分起色。父亲说她是心思太重，郁结于心。他思来想去，最终决定让我带她去马场散散心。我却不太认可他的决定，本就病了，如何还能吹风？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还不找我问罪？父亲铁了心要让我带他去，他说：不是还有你吗？你好好的护他周全不就好了？我拗不过他，便只能答应下来。第二日一早，父亲便带着他来到了马场。彼时我刚下课，就被父亲唤了过去。他立在父亲身后，眼睛似含了一汪深泉一般，偷偷地看我。我想，不过是教他骑个马而已，也算不得麻烦。至于老师留下的功课，可以留到晚上温习的时候再做。我给他选了一匹性格温和的小马，扶他上马时，他的手指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。许是觉察到自己过于用力，他惊慌地收回手，声音软糯，又带着些歉意地道：抱歉。他的手指纤长白皙，柔弱无骨，怎么会弄伤我？我摇摇头，开始教他最基本的骑术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他骑马的一些动作很是标准，不像是不会，倒像是在装不会。依我的脾气，我应该直接挑明，然后转身离开，不再让他继续浪费我的时间。可我反常的认下，任劳任怨地为他牵马坠镫，甚至在同窗打趣想要代劳的时候狠狠拒绝。阿离，你是怎么了？难不成真的对这乡野来的商女有了心思？他们这话说的难听，叫我下意识地说出了反驳的话语。我说，不过一个孤女，空有一副美貌，却头脑空空，我又怎会为她驻足停留？众人笑作一团，可一向沉默的表哥屈从伯却难得开了口。他是我们的骑射老师，虽只年长了我们几岁，却已经身经百战，被陛下特批教导贵子武艺。他不苟言笑，一副威严模样，大家都很怵他。既然你如此不喜，那便由我来教他吧。不用了，我下意识反驳，意识到自己的反常后，我装作烦恼的姿态道：若是叫父亲知道了，定是要给我一顿家法，表哥就别再添乱了。话音刚落，便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喧哗声。等我回头才发现，宋听听坐上了号称马场上最难驯服的马。迄今为止，
只有表哥一个人驯服过他。我慌张地赶过去，却发现那匹马一个起扬，身旁闪过一个黑影，表哥竟先我一步来到了马匹前，率先伸手制住了他。而就在此时，宋听听一个翻身从马上坠下，我抬起手直接将人抱住，顺着草坡滚了几滚，手臂传来剧痛，怀中的宋听听昏迷了过去。表哥安抚好马匹，确认他不会发难后，从我手中接过了宋听听。他将宋听听打横抱起，经过昌安身边时停顿了片刻，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昌安的脸色苍白。等我经过时，昌安一把拽住了我的衣袖，他说：“庄郎君，此事与我无关。”我哪里顾得上他？御医来得很快，他说宋听听无碍，只是受了惊吓，需要好好休养一番。自那时候，我再也没有带宋听听去过马场。我知道表哥看中了宋听听，而我私心不愿意他们有任何接触。我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静地过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宣布了我跟宋听听的婚约。那一瞬间，我怒从心起，我压抑的所有怒火被点燃，积攒下来的所有埋怨尽数爆发。可我没有吵闹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宋听听。我问他，这桩婚事你早就知晓？他咬着唇，点了点头。那一瞬间，我竟不知作何感想。我想，我该反对，我该愤怒，我不该接受这场安排。可是我的私心不许，这么多年的不忿像一场笑话。我咽下了口中的血腥气，摔门走了。自那之后，我跟宋听听之间便再不似以往那般客气。我想，他接近我，怕都是父亲的安排。他们想用亲情与爱情将我困在上京城中，做一只没有见过风浪的鸟。我厌恶他，更厌恶想得到他的我自己。我开始伤害他，刺痛他，却又在他难过时心如刀绞。尤其是他拽着我的衣袖，哭喊着他不快活的时候，我又何尝不知他的冤屈？可是昌安金尊玉贵，他又怎能与他作对？我想，就算是认下这桩婚约又怎样？可就在我准备好好补偿他的时候，我先前申请的任命下来了。西北蝗灾严重，圣上命我即刻出发前去救灾。临走时，我将精心雕刻的玉佩送给他，当作定情信物。我让他等我回来。可我风尘仆仆赶回来的时候，他已成为了表哥的妻子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给予我致命一击的，竟是我从小到大最尊重、最敬佩的表哥。屈从伯这个贱人，趁我不再挖我墙角，还在我面前沾沾自喜。他粗糙的手指擦拭着宋听听颈侧的汗珠，只看得我烧红了眼。我愤怒至极，口不择言。可宋听听只需要一句话，便可将我击溃。他说：“庄司礼，你果真同以前一样，总是要叫我这般的下不来台。”我挨了40家法，父亲一点没留情面，将我打得皮开肉绽。他一边打一边骂：“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人家听听心悦你的时候，你装的258万似的。人家走了你来劲了，还敢跑人家夫君，你表哥面前去挑衅。你现在还有命听我的教导，那是你表哥仁慈。若是再有下一次，只怕我也保不住你。”我不认，挣扎着要去找宋听听，却被父亲按倒。他说：“听听刚过上点好日子，你就别去折腾他了。他在这上京城中举步维艰，有一大半的原因就是因为你。你若真心护他，他怎么可能移情别恋呢？”我死了心，请旨外放。父亲自是不许，将我软禁在家，母亲难过，日日哭泣。可我没想到，父亲去了一趟将军府，回来便准了。我知道，这其中定有听听的功劳。离京那日，我远远地瞧见了他，他被教养得很好。我投身于公务，努力不去想他，可午夜梦回，他却总是在我梦中出现。昌安哭着问过我好几次，怎样才能忘记他？我说不出来。在听到他的消息时，是他已经诞下灵儿。我将日日带在身边的玉佩雕刻成了坠子，镶嵌在了项圈上。我想祝他同他爱的人事事顺遂，无忧无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